这是今年的第一次出来外海捕鱼，也是开海捕鱼之后的第一次放大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岛彪哥。今天终于晴朗了，可以出海捕鱼了。有好几天没有出海捕鱼了，终于等到天气晴朗啊！可能这一次也是年前的最后一次出海捕鱼了。后面看着天气也不是很晴朗，然后现在就是看要去外海还是近海啊？因为风的话是明天凌晨才刮风，所以去外海的话就要早一点拉网才行。在近海的话就没关系，随时拉网都可以。然后就等出去一下，看天气怎么样再说吧。天气好的话就直接去外海了。好了，现在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就准备登到船上那边去了。凌晨就登到船上这边了，天都还没亮，再等一下吧，等到天亮一些就出发了。开出去看一下，天气晴朗的话就去外海吧。天刚微微亮啊，我们也是刚把船只启动了，就直接出发了。这边太阳也是差不多准备刚要升起来，你看这一片刚要升起来的朝霞，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吧？月亮都还高挂在空中呢。现在的天气亮得比较晚啊，可能要去外海捕鱼啊，所以先要把这个油箱给加满先。开出来感觉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吧。最近近海的收获也不好啊，就像我们上一次如果没有那条大黄鱼的话，基本也是要亏本的。而且在近海捕鱼的渔场比较多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还是要去外海的好吧。近海捕鱼的渔场太多了，但是去外海的没有几艘，我们去外海就不错。毕竟没有什么人过来这边，位置我们就随便放啊，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好了，开了2个小时的渔船到达外海的这边位置了，准备把渔网给放到海里面去啊。今天的网也是分成有4个网吧，2个小网跟2个大网啊。小网的话相对会长一点，有个3500米，分成2个网。而大网的话虽然也是分成2个网，但是只有3000米啊，所以4个网总共的长度是有个6500米的，比我们平常放小网的时候是多了500米。多了500米也要看一下收获怎么样吧。这也是今年的第一次出来外海这边捕鱼啊，上一次是在近海捕鱼。这边就是准备把2个大网给放到海里面去了。这也是从开海捕鱼以来的第一次在外海放大网啊。毕竟大货跟雕刻类的季节到了嘛，放大网的话毕竟还会有一些大货上来的。好了，4个网也是放完了，然后就准备先把渔船停泊在这个小岛的旁边，先休息一会啊。今天出来的还是比较早的，而且天气预报是明天凌晨就开始刮风啊，所以就要早点过去拉网。可能白天的时候就要把2个小网先拉上来，然后晚上再开始拉大网。先做个不知道是早餐还是午餐吧，应该也算是午餐了。而且今天拉网的时间会比较早，午餐下去煮了，先喝几杯茶润润喉，吃点潮汕特色的番薯粥吧。也是下午的3点钟啊，一个潮水过后，这边准备过去先把小网给拉上来。如果4个网都等到天黑之后再过去拉网的话，时间会比较赶，所以就先拉小网就行，然后等天黑之后再拉2个大网，时间就会比较充裕了。第一个小网就放在这个小岛的旁边啊，开过去就到了。白天的小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，但是其他杂七杂八的鱼会比较少，一般都是小剥皮鱼或者家鲫鱼相对会多一些而已。看能不能捕多一些小剥皮鱼吧。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比较短，渔获应该也不多，但是也是在海里面候了有1个潮水的时间了。放网捕鱼也是看潮水的，这边先来1条小剥皮鱼了。网才刚拉上来就上来1条小剥皮鱼跟1条家鲫鱼啊，效率还可以。所以说其实白天的渔网不是没有渔获，只是渔获相对比较少，特别是其他的鱼种啊，比如海鲤鱼、莺歌鱼还有柠檬鱼之类的，一般都是网上会比较多一些。渔获少是少，但是这边也是连续的有渔获上来，也是2条这个家鲫鱼一起上来啊，但是效率就不是很高啊。我们出来外海这边捕鱼一般也是很少白天就开始拉网了，经常都是等到天黑之后的。本来是想着在近海捕鱼就行啊，
但是看到近海捕鱼的渔船太多了，就直接出来外海了。上一次能捕到一条2斤重的大黄鱼也已经是很碰运气了，就不要再继续去碰运气了吧。不过这边还好啊，连续的都有渔获上来，都是这种家鲫鱼跟小真鲷啊，有渔获就看起来挺不错了吧。可能白天拉网也没多想能来多少渔获啊，效率就不是很好啊。你看，就这2片渔网拉了有个6、7条渔获吧，差不多。外海这边拉上来的海底礁石相对会比较少啊，不像上一次在近海啊拉上来的礁石比那个渔获还要多呢，而且还要大块。又是有渔获上来啊，这是一条小真鲷，2条都是小真鲷啊，不是家鲫鱼。家鲫鱼的背部会有2条长刺啊，而且嘴巴会相对比较圆一些。而小真鲷它的头部就会比较尖一些，然后背部没有2条长刺。哦，这边来了好多条哦。这一下子来了6、7条这种小真鲷一起上来啊，都是小真鲷。看来晚上煮晚餐的时候就要搞几条小真鲷拿来吃了。拉上来也是好像是一个鱼群来的，好几条一起拉上来的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鲷科类的季节嘛，小真鲷会有的，而大真鲷也会有的，就看晚上拉大网的时候会不会来多一些大真鲷。这一回来的都是这一些小真鲷哦，好几条一起上来的。小真鲷相对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啊，不过相对来说，现在这个季节的渔获价格也是相对也是高一点的，应该说也是比较好卖吧。所以这种小真鲷1斤也是20几块钱到30块钱之间有的。你看外海这边的海水就是比较清澈通透，颜色就是蓝蓝的，看起来是挺漂亮的。这边渔网还被这个礁石给刮破了一个大洞呢。不过好在早上的鱼情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，一直拉都是有渔获上来的啊。现在小真鲷看起来也是挺肥的哦。其实这种小真鲷的肉还是比较嫩的，拿来煮个酱油水或者简单的清蒸一下，它的味道还不错的。但是肉会偏嫩一些，没有大真鲷那么紧实。它价格上有优势啊，小真鲷1斤才20、30块钱，而现在那种1斤左右的真鲷1斤要卖到50块钱左右了，价格相差了接近1倍呢。所以说吃点小真鲷应该也是不错的。简单来说还是属于价格比较实惠的鱼种吧。这边也是连续的上了好多条这种小真鲷啊，家鲫鱼倒是没上来几条。而小剥皮鱼就更少了啊，就刚开始的时候上来1条而已。毕竟现在小剥皮鱼的季节肯定是过去了，接下来都是鲷科类的季节，偶尔有人捕到1、2条小剥皮鱼，也都是会比较肥跟大条一些的。哦，来了好几条小真鲷，可能今天这个网是放到这种小真鲷的鱼群里面去了吧，来了一大堆都是这一种鱼货。看来白天拉网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惊喜的啊，小惊喜。也能偶尔遇到这一种鱼群啊，真鲷鱼群。先把这一些鱼货都给解出来，然后先放货仓里面去啊，等网拉完之后再把它们给捞上来。2个白天的渔网都拉完之后，再把这鱼货给捞出来，然后直接放冰箱里面保鲜就行啊。毕竟这种小真鲷活着跟过钓的价格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养活它，反而趁着它们还很新鲜的时候把它们冰起来会更好一些。要不然等它们突然挂掉了，直接在货仓里面泡水反而会不好啊。冰镇起来相对会新鲜一些的。这边连续拉都有鱼货上来啊，虽然都是小真鲷，但是有鱼货就可以啊。白天拉的渔网始终它的鱼货品种不多，杂七杂八的鱼货一般都是晚上才出来游动的。毕竟小真鲷也是鲷科类，所以在这些鲷科类的季节，也就这些小真鲷出来游动了。连小剥皮鱼都很少啊，
要不然平常白天拉网始终都能拉到一点小剥皮鱼，但是今天这个网拉了这么久才上来了一条而已，数量也比较少，可能也是放网位置的问题吧。外海这边的风景还是挺漂亮的，海天一色啊，看起来还是挺赏心悦目。而且今天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其他的渔船过来这一边捕鱼啊，基本上那些渔船应该都在近海放网吧。哦，这边又是一大群的鱼货一起上来哦，你们看一下，哇，哈哈，应该有个10几条吧？你看一下，拉上来这么多。这一会是遇到了鱼群了吗？小真鲷、有家鲫鱼，还有香头呢，都是串成串一起拉上来的。好像这一共都快拉完了，才上来这么多的鱼货，一大群啊！虽然前面的鱼货也不少啊，但是就没有遇到这么一大群的鱼货一起上来。看来这一个网是小真鲷大爆网啊！这一个网的第2条小剥皮鱼而已啊，你看一下，剥皮鱼才上来2条，小真鲷比较多，然后还带了一条香头上来啊。这条香头相对那些小真鲷要大条一些的，可能这一些小真鲷的价格跟香头也是差不多的，应该差不多也都是20几块钱一斤吧。上来的鱼货比较多，准备先把这个网完全给拉上来再解鱼吧。毕竟这一个网剩下的网也不多了，先把这个网给拉上来先。把网拉上来之后，再把这些鱼货给解出来，要不然这些鱼货太多了，堆在这里太浪费时间。边解鱼货边拉网又太费时间，而且网要挂住。所以先把这个网完全给拉上来，毕竟剩下的网也不多了，拉完再继续把这些鱼货给解出来就行，这样比较省时间啊。好了，这个网拉完了，人就一起在前面这里解鱼货。拉上来一大群啊，已经解了一些，应该还有个10几条。然后把这些鱼货解完，再把这个网整理一下就行。突然碰到这种小真鲷鱼群啊，鱼小条一些，所以网比较难解出来。所以解这一群鱼货也是要一点时间的。好了，我也准备先放下摄影机，然后先去前面这里帮忙解一下鱼货吧。毕竟这些鱼货解完之后还要整理一下渔网，才能继续去拉下一个小网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一个网收获也算还行吧，鱼货相对也是比较多，就是都是小真鲷。像那些比较值钱的小剥皮，也就上来了2条还是3条而已啊。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其他杂七杂八的鱼货上来了，海鲤鱼、英格鱼、泥网这一些一条都没有见到啊。一般也是要等到晚上拉网才有这些鱼货上来的。这10几20条鱼货解一下还是挺快的吧，毕竟也是专业捕鱼20-30年了，从以前的一艘小舢板捕鱼到现在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拿岛彪哥，还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哦。